现在在我身后的呢，就是亚伯拉罕之家，由3个宗教组合而成分别是这个犹太教、基督教还有伊斯兰教就象征着这个3教一体3个教派它是这个一脉相承同根同源的这种关系，也希望可以促进这种不同宗教的共同的交流发展颇有中国那种大同的这种感觉9点钟到这里，结果发现10点钟才开门所以还得等1个小时。快出来的时候呢，好像来了一些大人物这些摄影师什么的都在拍照来介绍这个地方。那现在咱们去海上罗浮宫，这不是鲁俄歌吗？鲁俄书。大家看现在在我身后的呢就是海上罗浮宫这个海上罗浮宫呢是法国罗浮宫的首个海外分馆是阿联酋与法国呢共同打造的。它是通过这个人类的12000年的历史，贯穿了整个历史来展示里面的产品阿联酋这边的海真的非常的蓝它不是那种深蓝，它是很浅的浅白的蓝色，真的非常特别有一种那种蓝宝石的那种感觉。这边环顾四周都在大兴土木估计未来这里呢又会诞生很多的地表性建筑去总统府是需要坐巴士过去的，现在我的背包就放在保安那里然后就可以过去了。现在我来到了就是总统府这个是世界上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国家元首的馆体总统府主要的配色呢还是这个白色、黄色和蓝色。蓝色代表着这个海洋黄色呢代表着这边的沙漠，白色呢代表着天空现在进总统府的内部看一看它的这些配色仍然是以这种代表天空的白色、代表海洋的蓝色和代表沙漠的黄色组成该说不说，它这总统府的装潢真的是非常的豪横土豪起来吧，它是有艺术感的。它整个设计、整个什么的，就不会让你感觉到它的空洞，而且真的好大这里对称美学加土豪的完美体现大展宏图。别墅里面敞开。看这一面墙都是这个阿拉伯的刀具和枪具这个在远处一看就看得出来是来自日本的一个铠甲，然后是这个睡衣，这是睡衣吧？不同的套装，好像是完全用贝壳去做成的。它这边的这些东西应该都是各个国家送给这边的一些国家级的礼物这是果粒。它这个穹顶也设计得非常的特别，它的每个细节都做得特别好。跟你在别处看到的一些拙劣的模仿品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是能够看到它是每个细节的把控都是下足了功夫。这里真的是怎么说呢？金碧辉煌的最具体的具象化了它这个球体是用这个阿拉伯文字塑造而成的。1001夜这是我唯一能够看懂的了。这个图书馆让我想起了《野兽派》里面的那个图书馆。这个是元首会面的会议室
现在在我身旁的呢，就是阿提哈德塔大楼。这大楼呢，一直是作为阿布扎比的一个地标性建筑的，不断的出现在各种宣传片中。这里呢，一共集了5个大楼啊，5个高耸入云的大楼。目前看来呢，里面是有一些餐厅的，但是它大多还是作为一个办公场所。我现在到了这个亚斯岛，那这里呢有这个华纳兄弟的主题公园，还有这个法拉利的主题公园，而且呢还有这个赛车方程式赛车的这么一个场地啊，而且这里还存在着一个阿布扎比最大的购物中心哦。它这个商场厉害了，好几层都是停车场，这里看着离机场比较近了，实际上很远，因为它没有直达的车。我在这等车啊，已经等了半个多小时了。它本身显示9点多有一班的，然后现在时间已经过了，我一看下一班是11点多了，那太晚了。然后打车的话要50块钱了，我又不舍得，我1分钱都没有。所以现在我就决定走路去啊。走路的话是1个小时12分钟啊，可以走到机场。那我就走过去吧，毕竟今天吃了这么多的吧，就当减肥了。这边的车开的是真的快啊，呼一下就飞过去了啊，就真的很害怕。我全身都是黑色的，对，一个不留神就直接把我撞了，在空中翻成3周半，直接就粉丝了。我可能是阿联酋第一个在公路上负重跑步的中国人了，负重跑步去机场的中国人。终于看到机场了，而且很近了。今天凌晨的飞机啊，然后明天清晨会到亚历山大。这边是真的便宜啊，10块钱。这个的话，40块钱，不便宜吧？哎，这个我也不知道是啥呀，可能看着挺好，不知道是什么，看着下边，不知道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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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